我成为今天的我，是在1975年某个阴云密布的寒冷冬日，那年我12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趴在一堵坍塌的泥墙后面，窥视着那条小巷，旁边是结冰的小溪。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回首前尘，我意识到在过去26年里，自己始终在窥视着那荒芜的小径。这是卡勒德·胡塞尼在《追风筝的人》开场中设定的场景，但这绝非虚构。童年发生的事情会极大影响我们的一生，有时甚至在一切都消失多年后，童年创伤的负担还是会导致抑郁。有小伙伴会因为童年经历而抑郁吗？这支影片我们将向大家展示童年是如何影响一个人抑郁的，并提供些可以采取的治疗措施。你的童年是怎样的？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需要父母的爱和保护，这是在我们的生物编码中固有的，否则我们怎么生存？但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会把我们带进他们安全且充满爱的怀抱。如果经历过虐待，就会知道童年有多艰难，不是和朋友和玩具一起玩，而是要想办法把自己从愤怒或疏远的父母那里解救出来。要逃避什么呢？皮肤上的淤青，还是那些侮辱的声音？有没有被羞辱并被误导？不重要，或者父母甚至不在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但无论故事如何发展，结局通常都是一样的，抑郁了。2015年发表在《抑郁症研究与治疗》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76%的慢性抑郁症患者报告了具有临床意义的童年创伤史。让我们仔细看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潜在的脆弱。2015年发表在《发展与精神病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通过潜在脆弱的概念，解释了童年与抑郁症之间的联系。意思就是，当一个人为生存而战的时候，幼小心智不得不成为自己的超级英雄，必须保护自己。不仅要保护自己不受周围发生的可怕事情的伤害，还要保护自己不受自己想法的伤害。这就是为什么大脑会以一种特定的方式与自己连接，它可能压抑了情绪，或者让自己与周围的世界隔绝。这些改变让人变得脆弱，但这种脆弱在当时并不明显，它可能一直蛰伏在体内，等待合适的时机显现。是什么触发了这种脆弱？又如何知道它是否影响了自己的抑郁？潜在便可见。当一个人的成人生活中某些事触发了孩子想要保护自己的时候，潜在的脆弱就会显现出来。当有人对你提高嗓门时，你是否经常感到害怕到僵住？2013年发表在《儿童发展》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被呵斥会增加儿童患抑郁症的风险。所以，如果有人还有潜在的脆弱，也不足为奇，也可能自尊心很低，可能认为自己毫无价值，并告诉自己各种消极的事情，或者也许觉得做每件事都要做到完美的压力很大，因为年轻的头脑知道，只有完美才是可以容忍的。2014年发表在《异常儿童心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了这一点。儿童的抑郁症状会增加满足不切实际的高标准的需求，也可能会因为失去身边的人而感到焦虑，还可能认为自己的伴侣或朋友不喜欢自己，害怕他们会离开自己。也许如果有人伤害了自己，甚至不让任何人靠近自己，还能信任谁吗？大家可以在我们关于焦虑依附类型的影片中了解更多关于这些感觉的信息。有小伙伴可能感觉到的症状是无穷无尽的，感觉到的那些可以把人拉回到童年，并和童年时发生的某件事联系起来，恢复是可能的。有没有小伙伴觉得到目前为止，前述都是对自己的描述呢？你的童年对你来说是否很难处理，从而让你感到沮丧？如果认为可能是这种情况，我们希望你知道康复是可能的，请不要犹豫，去找心理健康专家谈谈。有不同类型的治疗方法，专门用于治疗创伤幸存者。比如，图式疗法的重点是通过一个被称为有限再养育的过程，重新构建对生活和自己的消极信念。这意味着认识、表达、确认和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和治疗师一起努力时，可以尝试一些技巧，比如引导意象、角色扮演练习、抽认卡方案和图式对话。发表在《行为治疗和实验精神病学杂志》上的研究表明，图式疗法
可以帮助减轻慢性抑郁症的症状。2006年和2019年的研究甚至表明，它对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有效。这种疗法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杰弗里·杨提出的，他也写了一些关于这个话题的书。如果有小伙伴有兴趣了解更多，欢迎点击资讯栏中的链接，我们还提供了一些额外资源的链接，解释了更多可以尝试的其他治疗方法。应对抑郁症并不容易，尤其是当一个人已经患上抑郁症很长时间的情况下。但要知道，不必一直盯着同一条废弃的小巷，它可能一直在内心的某个地方，但可以学会把目光移开。你认为你已经准备好开始恢复了吗？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记住，我们永远在你身边。